今天这一期就要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不要 review Borobudur Alza， 为什么我不要介绍 Alza。很多观众都留言，是不是 Borobudur怕你讲真话？这个问题真的不好回答，因为如果回答不好的话，可能会得罪车商，长远来讲对我没有好处。那如果不回答或者我敷衍观众，观众会不爽，观众可能也会不开心，那对我也没有好处。那这个问题是有一点复杂的，它不是三言两语我可以回答你，我有机会 review， 我没有机会 review， 我要不要，可以或者不可以，它没有这么简单。那也透过为什么我不要 review Alza 这件事情，给各位观众对我们这个职业，我们这个身份有多一层的了解。因为好像我很多亲戚朋友别人问他们我在做什么，他是卖车的。那你们是观众，你们清楚我不是卖车的，因为我一般上没有涉及汽车的买卖、二手车等等 ，OK， 它不是我的 job scope， 它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所以我的职业是 automotive journalist， 就是记者 ，OK， 你们看新闻那种拿着麦克风去采访人家，那个叫记者。可是 automotive journalist 他采访的对象可以是汽车公司的人，但是更多时候我们采访的是这辆车子 ，OK，so 很多时候我们收到这种汽车车商的 invite。我可以讲 95% 以上都是 by invited 的，就是受人家邀请。所以如果一台车子从它有消息到它交到顾客手上，让大众看到那辆车，我们大概可以分为5个阶段，5个 stage。那第一个 stage 呢，就是 overseas 的 review。那除了 Proton 跟 Borobudur 之外大部分其他的品牌都是可能是日本品牌，可能是韩国品牌，德国品牌，英国品牌，美国品牌，澳洲品牌 something like that 啦。So这样子的机会对马来西亚的车评员来讲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你要考量到马来西亚它不是只有讲华语的人嘛，我们的主流 market 还是Bahasa Malaysia、Bahasa Melayu、English 才到 Chinese 这样子。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要请的话，论那个顺序来讲，中文可能不是他们的 priority 啦，他们不会第一个想到中文。那撇开中文、英文、马来文不谈的话，很多品牌他们有时候在邀请媒体的时候，他们会考量到一些主流媒体，一些比较大的报纸，一些比较大的电视台。那除此之外，他们也有一些品牌啦，比如他要请媒体，他会讲 OK， 我不要 motoring media， 我要 business 的，我要财经报道的。有一些他们要 lifestyle 的，因为要生活方式的，就不是讲车的 magazine 可能是讲手表，可能是讲珠宝，可能是讲游艇，可能是讲红酒，可能是讲餐厅这种。所以扣七扣八到来它才有可能轮到我们这种所谓的 automotive journalist。那就我从2017年底2018年初入行到今天，我记得我入行以来第一个受邀出国的是Mazda Malaysia 请我去福冈测试这个最新的 Sky Active X， 就是你们现在驾的这个 Mazda 3啦。虽然那个 Sky Active 马来西亚没有 launch 啦。然后之后就是Honda Malaysia 请我去东京的 Tokyo Motor Show review 不是 review 啦，就去看那个最新的 Honda Fit， 那辆车子马来西亚也是没有啦。然后最近一次的就是 Before COVID 之前的，就是Ferrari 请我去意大利罗马出席这个 Ferrari Roma 的全球发布会。然后最近一次的就是今年3月多的时候Ferrari 请我去西班牙南部的塞维亚塞维利亚试驾这个 Ferrari 296 GTB。那个我有做2支影片，一支是我自己在西班牙驾 Fiat 500 Convertible 的road trip自驾游，一个就是在 track 在路上面试驾 Ferrari 296 GTB。所以除了这些什么日本德国还是这些其他的国家来讲，近的话可能车商一般上都会请你去这个，好像之前的 HRV 这样子咯，他们就请我去泰国的 Phuket 普吉岛去试驾这个全新的 Honda HRV。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OK， 就在车子还没有来到马来西亚之前，在国外已经 launch 了，我们可以先去国外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让马来西亚的消费者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过这个机会很少，少之又少，所以可能一整年我们出国的次数不会像可能你知道台湾的媒体、香港的媒体，因为他们只有一个 language， 而且这个也要根据市场的大小。打个比方，像豪华品牌，可能马来西亚只会有1个代表、2个代表，可是日本可能有20个代表，因为日本的 I mean 所有东西都是based on销量来讲的 market， 你知道吗？市场北美、美国、中国
日本这种大国销量大国来讲，他们就会有比较有优先的这个好处啦。再来 overseas review 之后的第二个 step 就是 local preview， 就是车商会在车子正式发布之前的1个星期、2个星期或者1-2个月之前，请我们去闭门的 review 一些车子。我们不可以对外公布的，然后车商指定什么时间我们 release， 大家一起 release。像这个比如说 Honda HR-V、Honda City Hatchback 还是 Proton X50，这些你们都可以看到。之前我有做过一些影片，就是站着讲罢了的，我们叫 walkabout video 或者 walk around 啦 ，OK， 就是一些静态中国人叫静态的一些介绍。So， 当那个静态的介绍完之后的第3个 step 呢，就是 local launch， 就是所谓的 media launch 媒体发布会一般上都会在 KLCC 或者在 MyTech 在一些 convention hall 这样子请我们去。那 local launch 过后呢，他们可能会在当天或者在下1个星期或者在不久后会举行一场 media drive。那就我过去几年的经验里面呢 ，media drive 一般都是从 KL 驾去槟城从 KL 驾去新山从 KL 驾去云顶，从 KL 驾去关丹，就是这种。有些时候是 day trip， 有些时候是 overnight， 或者飞去兰卡威是比较通常的啦。通常飞去兰卡威是比较常见的啦，因为在兰卡威他们比较好 manage 那个路线然后在那边住宿等等也会让到媒体们比较能够放松，其实不能够放松的讲吧。So after 这个 media preview 呢，到第5个 stage 就是你们一般上看到我的频道的这种介绍类型，叫做full review。OK， so full review 就是 overnight review， 那辆车子在我手上 overnight over a weekend 或者 over a week few weeks 都有可能。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是我个人比较 prefer， 那我相信不是我啦，相信大部分介绍车的人都会比较 prefer 这样子的介绍，因为你有充足的时间去敲它、去摸它、去嗅它、去感受它，去驾到没有油、去测试油耗、去上山，不可以下海啦。总之就是比较多的 possibility 去发掘那台车子。所以一台车子从 overseas review、local preview、local launch、media drive， 再到full review， 它有5个 stage。所以不是我要不要介绍，有时候是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那我们讲回来 Perodua Alza 的这个 case 呢，首先 Perodua 在邀请的时候 media preview 我没有受邀 ，OK， 那边我就错过了，可能大家已经看到别的媒体已经在做了。那第二个就是他有做一场 media launch 在 KLCC， 那个你们也看到很多 media 在做了。那个是我的问题了，因为他有请我去，可是我不要做，因为现场人来人往。然后我没有办法很专心来讲那台车子，因为我可能在讲这车后面有坐着人，可能人家走来走去顶着我的 camera， 那是我 OK， it's my problem， it's my fault， 是我有一点洁癖，我不希望在这样嘈杂、这样混乱的局面去抢着去 review 那台车子 ，OK， 那是我的问题。然后那个 media launch 之后呢，他们又举办了一场 media drive， 就是大家浩浩荡荡的一个 convoy， 可能10辆车，可能20辆车，大家一起前往去一个目的地那个我是没有受邀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在那个活动上面拍一些东西给你们看。OK， 错过了这些种种过后呢，我当然有问 Perodua， 就是说，你的 after media drive 过后，你几时可以给到我车？因为你知道前面我已经错过了 media preview。OK 啦，你可以讲，我可以去要求说我很多观众要看，可是坦白讲，我真的是很不得空，我的 schedule 已经是满了的。所以如果我要特别跟他们要求的前提是我的空的前提是我要推掉我手上2-3样东西，我才有可能去出席这个 preview 或者出席这个 media drive。所以坦白讲，有时候我没有收到这个邀请，我反而是有一点点窃喜的，就是我还没有请我，因为我东西都做不好做不好所以现在呢我就终于有机会可以做这个怎么讲所谓的 full review 了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更加完整的东西。所以前面我不是不要回答你们一直问，所以坦白讲，我自己也是有点个人情绪在的，因为虽然我也不得空你请我也不能去，但是我能不能够去跟你有没有请我是2件事情来的 OK。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太过的情绪化，因为很多人会开始一些阴谋论
，Bro 不要请我啊，他们就 boycott 他还是什么？哎 ，come on 啦，人家已经爆单了，收到3万辆 booking 了，一乱就卖了，收到3万个 booking 了，交到车到来会卖多少辆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没有这么大的这个 power 去影响说这辆车子会卖会走不会走。OK， 我只是扮演一个比较怎么讲，用我自己的眼光，用我自己的perspective， 用我自己的这个看法来介绍一台车子给大家知道它好不好，值不值得，或者是它有什么东西是美中不足，或者有些东西是完美的，是怎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喜欢这期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因为更多的 subscriber， 更多的观众，更多的这个支持，我们才有机会去跟人家讲说，哎，看 come on， 你看有很多观众在等我的 video 出来这样子，不然你没办法讲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language barrier。明白意思吗？就是他们不看中文，他们或者也不看我的英文字幕，所以你很难去说服他们说啊，你看很多人他不知道，因为这种怎么讲，这种国产车、这种亲民车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OK， 大家不一定要等着看我的频道的影片，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 subscriber 呀。所以今天这期片广告前的 video， 希望你们会喜欢，也记得订阅。subscribe 我的频道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